先帝连丧12子，以致女子当国，陛下柔弱，如何震慑北燕？臣恳请太后垂帘听政，由宗室共理朝政。柔弱，先帝遗诏在此，朕乃大齐天子，谁敢不认？朕现在就成全他去地下追随先帝。齐王，你是第一个不服的吗？臣不敢。既然不敢，就都给朕安分守己，退朝。陛下，这可是奴才拼死给您留的鹿血大补汤，您今日在朝堂上发这么大火，铁打的身子也扛不住啊！那帮老狐狸和宗室就像饿狼，我不咬死他们，他们就会吃了我，这点火气算什么？可陛下您毕竟，这凤袍穿得太憋屈了，再憋屈也得穿下去。只要我不掉马，这天下就还是萧家的。深闺养出来的女子，怎么会有这般杀气和筋骨？这女帝不对劲。陛下，您慢点吃，别噎着。这要是让外面的那帮老臣看见了，又该说您失德了。不管多荒唐的规矩，朕都能咬死他们。放肆！朕还未宣诏，沈丞相为何擅自闯殿？臣鲁莽，陛下安寝，臣明日再奏。滚出去！沈爱卿，辅佐新帝，莫让大齐断在我手里。先帝让我辅佐的，或许从一开始就不是个女皇。臣知道了。这份江南漕运的折子并不急，但朕今夜就要听沈丞相的批语。回陛下，漕运预色于官员推诿，臣明日便派人南下彻查，绝不姑息。沈丞相平日议事向来直视朕中，为何今夜只敢低头看折？臣目无尊卑，不敢亵渎天颜。借口，滚去偏阁候着，朕另有安排。哥，齐王开始行动了，外面现在传疯了，说女主无嗣，大齐必亡，民心已经被他搅乱了。拿子嗣压朕，他急着找死，朕就成全他。查到源头了吗？查到了，齐王的人今晚刚从门外偷偷递出消息，具体内容还没截获，但动向很可疑。他这是想借刀杀人，把局做到宫外去传神眼。既然他想玩，朕明日就带神眼同去皇家围场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这盘死局掀了。大齐女子多温婉，陛下骑术如此凌厉，真让彻大开眼界。质子不在使鬼待着，跑来围场拦朕的马，北燕就是这么教你守规矩的？彻只是觉得，陛下这副鲜活模样，比金兰殿上那具端庄的傀儡有趣多了。陛下，离北燕之子远点儿。沈丞相管天管地，还要管朕接触谁？他看您的眼神，不是看帝王，是在看一件待价而沽的猎物。臣怕他脏了陛下的眼。这木头也会有私心？齐王的人有动静了吗？暗线已经布好，就等他们露尾巴。闪开！
保护陛下！齐王的狗终于肯出来了。大齐的规矩果然全是骗人的好戏。此地不宜久留，走。神眼，退下。女子没有这样明显的喉结，更没有陛下刚才那样狠辣的杀招。臣不会说出去，但沈岩有一个条件，陛下必须信臣一次。脚印到这附近了，点上火把，仔细搜。你猜对了，朕不是女人。陛下是男是女，臣不在乎，臣只知道先保住陛下，才能保住大齐。围场遇刺，齐王那帮人怕是要齐发挥了。臣已命人清理了痕迹，今日早朝，臣会以护卫不力，自请罚俸半年，将此事彻底压下。臣替陛下把这口黑锅背了。北燕质子拓跋彻在暗中转移兵力，洛儿那边顾不过来，剩下的暗线你来查。臣定不辱命。陛下，太后娘娘传话说上陛下婚配与国本，请您立刻去慈宁宫一趟。天命礼法，终究还是要拿规矩吃了朕。你登基已满3月，后宫空无一人，齐王那帮宗嗣早已虎视眈眈。若你不尽快选婿婚分配，诞下皇嗣，他们凭什么容你继续坐在这个皇位上？若真选修纳男后，朕男儿之身的秘密不出3日就会彻底暴露，到时候不只是朕、洛儿和所有知情者都会被宗室生吞活剥。大齐正值多事之秋，选秀一事，朕意已决，缓议。你敢？你若不诞下国本，这江山迟早要落入外人之手。陛下，臣不才，或许能替陛下解此燃眉之急。丞相想怎么做？臣会在朝堂上以大齐逢北燕虎视，不以铺张炫秀为由，死谏阻止。太后是在拿皇嗣逼你，但臣可以把它变成一场朝局之争。陛下在明处稳住地位，朝堂的刀山，臣来替你爬。沈大人，陛下偷喝了烈酒，怎么叫都叫不醒，您快想想办法啊！别走。别走，都想逼死我，
连你也要走？一个不是女人，一个也不是男人。现在你还走吗？太后下了死命令，要这大选面首，这道催命符交给你了。陛下，既然宗嗣和后宫都盯着您的私生活，不如顺水推舟。怎么个推着法？表面配合选婿，实则借官礼之机，把那些暗中盯着您，想借私生活做文章的人一并揪出来。好，那就依你设这个局。陛下，围场刺客的残剑验出来了，这是北燕皇室特制的绝命醋，岛沟上测了他们那边的寒毒。大齐境内能调动北燕暗线的只有一个人，拓跋彻，这个北燕质子藏得够深。北央质子拓跋彻求见陛下。宣。听闻大齐遇刺，臣正好知道一些刺客的线索，特来禀报。哦，那朕倒要好好听听质子殿下的线索了。质子殿下，请讲。据臣所知，那群刺客失手后是朝城西方向逃窜的。至于具体藏在何处，臣倒觉得比起抓刺客，陛下眼下有更要紧的事。听闻太后催陛下大选面首，若陛下心中已有迥异其人，又何必受制于群臣安排？臣不才，倒可以为陛下分忧。大齐的家事，何时轮到北燕外臣来智慧？质子殿下越界了。丞相的话便是朕的话，质子若是没别的事，滚！你似乎对他敌意颇深。齐王贪的是权，形式上有迹可循，但这个拓跋彻不同。他想要什么？他贪的是陛下这个人，他能看透人心，也最会利用人心。只要他认定您有弱点，就会像水蛭一样死死盯住，直到把您拖下深渊。那我就挖了他的眼，看他还拿什么看。陛下，看来这些勋贵子弟们今日有些怯场。若大齐连个配得上陛下的男子都选不出，宗室恐怕要忧心国本啊！齐王说的对，大齐要的是能辅佐国政的国婿，不是供人取乐的杂耍艺人。既然要选贤，那朕就考考你们：北燕边关粮道若遇暴雪，该如何疏通？南方水患之后，赋税当如何减免？陛下，臣只会唱曲儿。小臣，选婿岂能考这些知识题？你分明是在刁难。臣以为陛下圣明，选国婿本就当以才德为先，以方才众人的表现，无一堪当国婿之任。臣请陛下此次大选宁缺毋录。准奏，大选作废，无一人入选。什么狗屁大选！老子本来根本不想来。要不是前几天有人暗中递话，说那女帝活不长了，只要能混个国婿的名头，以后好处捞不尽，我才不来丢这个人。你刚才说谁活不长了？姑奶奶饶命，我真不知道那人是谁，只记得他身上有股北燕那边才用的冷香。敢咒陛下，我先让你活不长。
我全都说。那天给我递话的人不仅给钱，还逼我服了一颗绝脉散。他说我要是不配合演戏，就会毒发，心悸发冷，口吐黑血而亡啊！心悸发冷，口吐黑血，这症状和当年12位皇子死夭折时一模一样。陛下，您看明白了吗？他们根本不在乎您是不是女子，只要您还坐在这个皇位上，他们就会用当年毒杀12位皇子的手段，也毒杀您。萧晨，你不能出事。既然他们这么喜欢玩毒，那朕就借这次落选名单再放一个饵。朕要把那个制毒的人，连同当年害朕兄弟的幕后黑手一起调出来。拓跋彻这礼送的真快，这是北燕皇室独有的血玉。他表面庆贺陛下择定驸马，实则是在刺探您选中的驸马到底是谁。陛下，齐王那边也有动作了，他暗中联络了落选子弟，似乎想在您那位准驸马身上做文章。好啊，鱼饵刚撒，鱼就迫不及待地咬钩了。申燕，明线暗线一并交给你和萧洛，朕要看看到底是谁在朕的地盘上制毒杀人。臣定不辱命。换药换得挺忙啊。太后也救不了你。人咬舌自尽了，死前只留下半句：太后也救不了你。陛下，若制毒的线索真牵扯到太后，这局就彻底复杂了。朕要的是真相，不管牵扯到谁，你尽管去查。臣绝不辜负陛下所托。萧晨的翅膀真是越来越硬了，连哀家的底都敢查。传哀家懿旨，明日哀家要亲自去一趟御书房。你是不是要把哀家和先帝一起逼死才甘心？午后深夜动怒，是因为那枚下毒的内诊，还是因为朕要查的旧案？你敢查哀家，你知不知道你个什么处境？当年12个皇子接连夭折，母后，你到底隐瞒了什么？哀家是为了保你的命，你若敢现在掀开，你会死得比他们更快。原来母后所谓的保护，就是把朕死死钉死在这女帝的壳子里，一辈子做个不能见光的废人。你真是疯了，你会毁了大齐。不管牵扯到谁，只要陛下想查，臣就陪你查到底。陛下，太医院的旧档残液找到了。这毒，北燕的手伸得真长。陛下金贵，跟紧臣，莫在这市井里迷了路。堂堂丞相，倒像个合格的暗卫。太医院的旧主档残液，上面的绝嗣散，李大人不会生吧？贵人饶命，小人早已回乡，宫中旧事，小人一概不知啊。当年12个皇子死的痛苦，你真以为换个名字，这笔血债就能躲得掉？我说，当年确实有人送来一批药，让我们以太监试药，症状与那些皇子轰之时一模一样。药从哪儿来？那批药最后全走的是宗室供奉的路子。宗室供奉，萧怀这个皇叔手脚伸得够长的。现在就收网吗？不，
把太医院旧档被翻、院判牵扯出宗室供奉的消息透给齐王，我要让这条老狐驴自己慌，自己露出破绽。太医院旧道案被翻，院已招牵扯宗室供奉。找死！陛下，臣以为近日流言四起，皆因后宫空虚，还望陛下早选秀女，以安宗室之心。齐王操心的事太多了，朕今日不谈选秀，只谈谋逆。赵尚书，你可知罪？陛下，老臣不知所犯何罪？还敢狡辩！齐王党羽连夜灭口，以为做得天衣无缝，却不知慌乱之间，账册和密信全被朕的人截获。陛下，赵尚书乃朝廷重臣，仅凭几句流言就定死罪，恐难服众。谋害皇嗣，动摇国本。沈相，宣证据。昨夜齐王暗卫灭口，被当场拿下，人证物证俱在。臣请陛下将赵尚书等二人交由三司会诊，彻查到底。不必会审，拿下。沈相这步棋陪朕下的可还顺手？臣愿奉陪到底。800里加急，北燕大军压境，边关告急！北燕国师拓跋渊亲率大军，携天命赤羽而来，扬言大齐女奴当国，气数已尽。天命，朕倒要看看这天下是你的规矩，还是朕的规矩。北燕铁骑凶悍，女主临朝本就遭天谴，若此时再主战事，恐触怒上枪。臣愿替陛下分忧，交出部分兵权，由臣带兵出征。替朕分忧，还是替朕接管这大齐的兵权？陛下何意？朕意已决，不日便御驾亲征。陛下三思。齐王若有本事，便在后方给朕好好筹措粮草。若粮草迟了半日，朕先斩你！陛下，军营里都是粗鄙大兵，同吃同住，您的身份一旦暴露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朕就要一辈子躲在这四方宫墙里，任由他们用礼法和天命一点点蚕食大齐。臣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此事太过凶险。沈相，一直退，只会死。朕要亲自去看看，拓跋渊的天命到底有多硬。好，臣陪陛下去。大军之中，臣拼死也会护陛下周全。你真要去？那外面的人可比齐王很多了。儿子不去，大齐就没了。先帝留下的遗诏，带在身上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别打开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先帝留下的最后一道遗诏，也是能保住你的最后一道遗诏。陛下远征，臣不胜惶恐，特备薄酒为陛下壮行。陛下万金之躯，这一去可千万保重身体。质子的壮行酒，朕喝不起，这杯还是留给北燕的死人吧。这质子找死！公主，别叫得那么恶心。这场婚事是假的，为的是堵住那些想打大齐主意的乱臣贼子。安分守己，保后方不乱，你还是驸马。若敢起二心，我保证你死得很难看。末将明白，绝不添乱。800里加急，北燕大军压境！
北燕国师拓跋渊放了阵语，说女主乱政，天命亡齐，还说大齐气数已尽，不战自溃。天命，大齐的命在朕的剑里！全军出击，随朕踩碎北燕的天命！陛下料事如神，查清楚了，军中粮官倒卖粮草，军需大半流入北燕细作之手，人证物证俱在。难怪大军压境，这边关却连1粒多余的米都拿不出，即刻收网。不，既然他们急着给北燕送消息，那就让他们送个够。朕倒要看看这张大网底下还连着多少条大鱼。若这大齐的命只能靠遮掩旧账来保，朕宁愿自己杀出一条生路。陛下的剑法果然没有辱没大齐的列祖列宗。赤子不在京城待着，跑到边疆送死。北燕的细作送了份大礼，他们说大齐这位女帝根本不是个女人。只要陛下愿意，北燕铁骑可以帮您把大齐那些逼您遮掩身份的老骨头全部碾碎。你以为朕需要别人来教朕做事？你的皇叔齐王在京城布下的死誓已经准备好清君侧了，只要你一句话，大齐的江山，我可以帮你夺回来。你想要的不过是看大齐自相残杀。哼，我想看你赢，只有我才救得了你们大齐。没伤着就好。陛下，京城800里加急密报，齐王调动府兵，京城9门已被封锁，攻变在即。他竟敢在京城逼宫！萧洛，传令，边关大军由你暂领，死死咬住北燕主力，胆敢退后半步，提头来见。遵命，备2匹快马。京城现在是个大化坑，你只带少数人回去，一旦被齐王拖住，拓跋彻随时会反咬一口。朕的皇宫岂容乱臣贼子撒野？哪怕是刀山火海，朕也必须回去。丞相，敢不敢跟朕走这一遭？臣万死不辞。陛下，老臣说句越界的话，齐王手里有兵，天下人只认先帝遗诏和100年礼法。您就算赶回京城，若齐王逼您交出国本，逼您公开那绝不能提的真相，天下未必会认你。太后给了我这封遗诏，我原本以为这是保命的底牌。若庭院只信谎言，那朕就把天下打到信自己为止。朕要亲手砸碎这狗屁旧规矩，让他们知道朕就是新的法统。萧怀，你带兵闯宫，就不怕天下人戳你的脊梁骨吗？嫂嫂，事到如今还装什么糊涂？先帝那道能定乾坤的遗诏到底藏在哪儿？你做梦！外面怎么回事？萧怀，你找死！你这个假凤虚环的女帝还敢回来？今日宗嗣定要清君侧，让你把大齐的江山交出来！晨儿，别过来！别怪娘心狠，当年先帝连着没了12个皇子，为了保住你这根独苗，才逼得我们把你和洛儿换了身份。他明明知道我顶着女子的身份活得有多屈辱，却从来不敢说一句。娘知道你怨我，娘这一辈子都活在怕你被害死的恐惧里，是娘自私，是娘的罪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她不是女帝。
疯女人！晨儿，去做你该做的事，娘先走一步。不管你是男是女，今天都得死！萧怀，今日朕要你的命！大齐的将士们，别被这妖女骗了，她根本不是女人，先帝一脉早就绝迹，她就是个偷龙换凤的野种。交出玉玺，我留你全尸。朕确实不是女人，但朕是先帝唯一血脉。萧怀，你以臣逼君，残杀太后，今日谋逆，该当何罪？满口胡言！先帝早绝嗣，你敢冒充皇子，给我放箭，把这欺世盗名的孽驾射成刺猬！我看谁敢！放箭！敢动我哥，找死！不甘心！大齐的规矩就是宗室当立，你一个跟我回北燕，我带你去看更大的天下。杀了我，小臣！杀了我！杀你太便宜了，留着这条命看清楚，这天下到底是谁说了算？就在这。报！北燕国师拓跋渊亲率大军压境，已连破3座边关。拓跋渊送来战书，他说大齐气数已尽，天命不可违。若想北燕退兵，陛下必须以北齐女奴之身前往北燕和亲。放屁！我哥是大齐的天子，凭什么去和亲？天命。好，那朕就亲手拆了他的局。北燕国师虎视眈眈，天命难违呀！陛下乃大齐女主，为了天下苍生，当忍一时之辱前往和亲，祖宗社稷才能保全啊！和亲？朕若退这半步，大齐就真要亡了。传朕旨意，3日后，朕亲自给拓跋渊答复。3日后答复，陛下是在赌，退一步就是永世屈辱。拓跋渊想用天命逼朕低头，那朕就亲手拆了他的局，把这天踩在脚下。无论陛下作何决定，要受天下人多少唾骂，臣都陪您一起担。哥，这是从拓跋彻贴身暗营里搜出来的，他一直瞒着我们。绝嗣并非天命，当年大齐皇嗣接连夭折，根本不是什么天命诅咒，是人为。
信上写的清楚，还敢说不知道？我说，大齐皇室根本没有决刺诅咒，是拓跋渊国师下的毒毒。他把奇毒掺进宗室供奉里，大齐的皇子全是被他一点点毒死的。原来我不是苟活在天命里的废弃，而是他屠刀下漏沙的人。3日后的大殿，臣会配合陛下，当众揭穿拓跋渊用毒的真相，让他的天命谎言破产。不够，揭穿他又如何？旧制还在，那帮老臣依然会用女主当国的礼法束缚大齐。既然要摊牌，那就摊个彻底。你要在百官面前公开你的真实身份？对，我要当着天下人的面，把假天命和吃人的旧礼法一起烧掉。大齐连丧12处，女主登基，这是天命绝嗣。只要女帝和亲北燕，我主可保大齐宗庙不灭。天命。好一个冠冕堂皇的天命！把人带上来，告诉这位国师，他的天命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是奇毒，国师让我们把奇毒掺进东市供奉。大齐的皇子根本是被毒死的，不是天命绝死。这就是北燕国居士口中的天命，以毒杀他国皇嗣。如今还敢站在大齐的金銮殿上大放厥词！好一手借题发挥，小臣，你敢让太医当殿验验你的身吗？你根本不是女人！大齐的朝堂早就被一个欺世闹名的骗子把持了。这才是大齐最大的逆谋！既然你非要掀，那朕就掀个彻底。欺君，这是欺君之罪！大齐的江山被妖物把持了。好一个欺世盗名的假女帝！大齐气数已尽，北燕大军即刻压境，这江山该易主了。易主？你用奇毒害死朕的13个兄弟，逼得先帝只能将朕伪装成公主保命。朕不是窃国者，朕是先帝唯一幸存的皇子，是名正言顺的正统皇统。今日朕就是要把捏制的天命踩碎在这金銮殿上。就算你是皇子又如何？你瞒天过海，遗失师德，大齐无君，天下共讨之。你堂堂大齐丞相，居然也是个女人！臣沈演，女扮男装，辅佐陛下。若说欺君，臣同罪；但若论守天下，臣愿与陛下共担。好，那朕与你共担这天下。否极司臣，阴阳颠倒，天命不可违，大齐必亡啊！啊！
大齐必亡。你们口口声声的天命，就是纵容北燕用奇毒戕害宗属，就是看着齐王谋逆，铁骑踏破国门。你们拿礼法吃人，拿天命谋私。今日朕就立规矩，大齐的规矩在江山百姓手里，不在你们的旧皇历上。你做梦！大齐气数已尽，北燕才是天命所归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假的，全是假的，我才是天命！你的天命到头了。你赢了朝堂算什么？我北燕大军已压境，大齐必亡。800里加急，北燕大军全线压境，边关告急。好啊，那朕就亲自去教教他们，什么是真正的规矩。你窃来的天下，今天就要还给北燕，天命不可违。你的天命就是死在大齐的铁蹄下。大齐，进攻！今日起，重编国史，复旧法，去漏规。大齐的规矩里不再有女子不能为相的蠢话。朕要的天下，唯才是举，不问出身，无论男女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世人都以为我是因为你懂我的伪装，才偏爱你。其实是因为你，我才敢把这虚假的身份彻底撕配，把真实活到底。臣愿与陛下共守这新大齐。